细节背后总掩藏很多迷茫。铺满荆棘的路上充满未知方向，粉碎摧毁那虚伪幻想，逐渐付出真相，热血才有力量。现实的伪装制造很多假象，永恒不变是坚守炙热的信念。拨开乌云的天空，融化寒冷冰霜，信念给我力量，冲破迷雾的坚强。撕下伪装的面具，换沉默一个结局。不管真相有多锋利，不畏惧，只顾为正义延续。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，我却坚信爱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为沉默解开这结局，内心的方向。郭元峰，男，18岁，安陆镇职高学生。他出生之后，父母常年在广东打工，他一直跟着爷爷生活在龙口村。爷爷对他十分的溺爱，目前涉嫌包庇，已经被我们拘押了。搜查回家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了未烧毁的血衣残片，经 DNA 检查与死者朱凤相符。据我们对5名经常出入朱凤家的男生所做的背景调查来看，郭元峰在学校成绩中等，为人忠厚，从不惹事儿。平时呢，他经常被朱凤老师叫到家里去吃饭，也是朱凤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之一。从背景资料上来看，他本来是最不可能行凶的那个，谁知道这孩子要了他家2条命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会对朱凤母女下手那么狠？长期没有家庭挚爱的孩子，就像在冰天雪地里卖火柴的小女孩，火柴的那点余温之后，他会更觉得冷。我们调出了龙帆市高铁、长途公交、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，目前还未发现桂元峰的踪迹。如果他弃用公共交通，选择租车或者包车的话，在监控设施不完备的省道或者是偏僻的道路上出逃的话，找到他会更加困难。从犯案现场的行为方式来看，他还算条理清晰、心思缜密。但他毕竟只有18岁，不会一点线索也没有留下的，会不会有别的状况？报告，李队，村干部走访得到重要线索，说看见孙海鸥用他的车带走了桂元峰。立即定位孙海鸥的手机。黄焕，快！我能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杀我老婆孩子？我没有，我没杀朱老师，我也没杀你女儿，都不是我干的。我知道，你是我老婆最喜欢的学生，经常来家里吃饭，那么多孩子，她对你最好。你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？还有我女儿，这是我女儿的爸爸。你来我家的时候，你抱过她吗？你告诉我，你抱没抱过她？她才3岁，你说她不可爱吗？我女儿最喜欢的
就是我带他来划船。我相信他现在就在这个船上，在看着我。他才3岁呀，他怎么会知道那个抱过他的人？不，那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会把他就这样提着，塞进水缸里溺死。你这个畜生，你也应该是这个死法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别杀我！我包里有钱，我爷爷给我装的。我求求你了，我把钱给你，你把我交给警察。我什么都求的，你别杀我，还不想死。你倒是想得美！把你交给警察，一枪崩了你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还有多久？定位显示还有2分钟。我老婆孩子怎么死的？我这才就让你怎么法律制裁？怎么制裁？让他偿命？我老婆孩子能让他偿回来吗？救救我！我什么都交代。你闭嘴！我女儿才3岁，才3岁呀！她还没看过外面的世界，还没上过学，还没交过朋友，什么都没来得及，就没了。你告诉我，法律制裁能给我什么？他们死得太惨了，一颗子弹，怎么可能让他诋毁我老婆和孩子的痛苦？救我！孙海鸥，你已经亲手抓到了犯人，算是给他们一个交代了。他们都看着你了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着，我要让他们看到我亲手给他们报仇。我理解你，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一定想给他最痛苦的死法。他再痛苦都不够。别！但是你觉得他不痛苦吗？他从杀了朱老师和那个孩子开始，每天都被恐惧折磨，这种折磨一直会伴随他到死为止。你现在是在帮他解脱，你要为了这么个王八蛋付出这么大代价吗？再做傻事儿，以后永远都爬不起来。他们都不在呀，我就算爬起来有什么意义？有意义，有意义，当然有意义。有你在想念他们，有你在爱着他们，他们就不会被遗忘。如果他们现在在，他们一定希望你好好活下去。
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律师。谢谢你，林警官。你相信吗？我刚才没有真的想杀他，我只是想让他体验一下我老婆孩子当时的痛苦。谢谢。一旦罪案发生，身边的亲属总是最痛苦的，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。也许这就是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，减少罪犯，抚平伤痛。那你这次考试争取考90分哦。朱老师，你说我考再好有什么用？我都职高，长大以后顶多当一个技工或者职员，跟我爸妈一样，又穷又累，永远都没什么前途。桂元峰，不管你以后是当职员还是当技工，只要你踏踏实实做人，对社会有用，被家里人需要，哪怕是做一个善良的平凡的人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嗯，好好学习吧。你是朱凤最喜欢的学生，经常到他家吃饭补课，你怎么就会想到去盗取他们家的金条？侠盗联盟的人威胁我，让我3天之内拿出来家里存的5万块钱。要不然，他们就打死我。怎么样了？挺顺利的，郭元峰心态崩了，问什么都招了。昨天孙海鸥那一下还挺成功的，当然不招也不行，证据确凿。侠盗联盟怎么知道你们家有5万元存款？有一次，我跟同学去上网，我就随口说了一句，我爸妈挣了很多钱，还会寄回家里，也不知道被旁边的谁听了去。这么说，你也不知道侠盗联盟都是些什么人？我只知道，他们是一伙人，而且很厉害。被他们盯上的人，如果不乖乖听话的话，就会在晚上被他们拦住，往死里打。侠盗联盟，应该就是一些乡镇混混吧？咱们得想办法早点把这个犯罪团伙捉拿归案，让他们在太阳底下晒晒。讲讲你的作案经历吧。去年有一天，我单独去朱老师家补课，我看见他打开床头柜的机关，我就知道他家祖传金条是真的事情。侠盗联盟跟我要钱，我又不敢跟我爷爷讲，就动了偷朱老师家金条的念头。我很害怕，临行前我还偷喝了我爷爷半瓶白酒。
在院子里观察了很久，确定朱老师跟他的女儿睡熟之后，才走进了他的房间。既然你已得手，为什么要杀害朱凤老师呢？我喝了酒，看见朱老师，我就想起了我妈。顾元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错了，朱老师。顾元峰，我错了，朱老师。你平时看上去挺乖挺听话的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卑鄙的下流胚子。我不是这个。我平时教你那些道理都进狗肚子了，是不是？我对你太失望，给我走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明天我去找你爷爷说说清楚。不能告诉我爷爷，我错了，不能告诉我爷爷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告诉你爷爷，要让他知道你在这里都做了些什么。我错了，朱老师，不能告诉我爷爷。你快走啊！告诉我爷爷，不能告诉我爷爷。朱老师发现我的时候，我害怕极了。不能告诉我爷爷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完了，我觉得我人生就毁了。我明天就把这件事跟你爷爷说说清楚。告诉我爷爷，给我滚！现在就滚！告诉我爷爷，不能告诉我爷爷。你要干嘛？告诉我爷爷，千万不能告诉我爷爷，我再也没有脸见任何人。我爷爷、我爸妈都会因此变得没脸再见人。我错了。我成为全家、全村、全职高的耻辱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想疯了。救命啊！所以，你就拿着斧子拼命地砍杀朱凤老师。其实，在院子的时候他已经倒下了，你又骑在他身上连补了10几斧，对吗？既然朱凤已经死了，
你为什么连他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？我看到朱老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本来想马上就离开，我又突然想到，机关的门还没关，这样的话就会被发现金条被偷，所以我就回去关门。谁知道这个时候孙玲醒了，坐在床上哭。她看见我进门就冲过来，抱住我叫哥哥。我怕她哭得太大声让人听见，我怕白天的时候她把我认出来。我就击出她的双脚。说起来挺讽刺的，犯罪的时候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妈妈。一个孩子最依赖的，就是母亲的乳房和温柔的触感。他是一个在爷爷脚臭、汗臭、烟味中长大的人，看到那样一个成年女性，无论是母性的还是女性的，对他来说都是致命诱惑。这算变态吗？算。犯罪中任何的非常态都是变态。你拿着金条去哪儿了？我没留，我全都给侠盗联盟了。警官，我能求您件事情吗？我的事情，能不能麻烦您别告诉我爸妈？他们打工真的很辛苦，几年可能有1次才能回家过春节。每年回来的时候，为了省路费，都是骑摩托回来。等到了家，手都冻裂了。他们辛辛苦苦供我读书。要知道，我妈她肯定活不下去了。还有我爷爷，他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。我求求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能不能别让他知道我被抓了？现在想起他们来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你父母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你爷爷因为帮你逃跑和销毁证物，涉嫌包庇罪，已经被刑事拘留了。听上去，他妈还是挺爱他的。爱和陪伴是两码事。这些留守在家的孩子，一边是祖父母的溺爱无所顾忌，一边又缺乏安全感，真是又可恨又可悲。这可能就算是无知无畏吧。现在朱凤的案子，嫌疑人已经归案了，就差金条还没有追回。我们要赶紧抓紧时间，继续侦破小雨被害的案子。明白。哎，孔威找到了，正准备介入询问。跟你说了，孔威不是凶手。姓名？孔威，年龄28岁，现在做什么工作？在江苏昆山一家模具厂打工。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？知道。我今天回家，邻居王老太跟我说了小雨的事，我爸刚走。小雨，实话说吧，我们现在怀疑你是杀害你妻子蔡小雨的凶手。我杀小雨？怎么可能？我哪下得去手？那就请你帮我们抓住真凶。我们需要了解小雨当天被害的所有情况，从你接到她的电话开始讲吧。
那天早上7点钟吧，我在工厂车间里面做模具，小雨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去世了。我很震惊，当时我就跟工头请假了，买了当天下午4点钟的高铁吧，从江苏回到龙帆。到龙帆的时候应该是下午4点半，回到村里的时候应该晚上9点。爸，爸，爸，儿子不行，你走了都没见儿子最后一眼。口威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你在外面拼死拼活，也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跟爸过上好日子。爸心里都知道。你看爸就这样躺了几百天，他也很难受。走了也是个解脱，你就别太自责了啊！你真的尽心了。解脱？是你解脱了吗？啊？你尽心了吗？孔威，你说的这是啥话呀？我早就知道，你从山里面嫁到我们家，就是图个外面的花花世界，怎么可能天天安心在家照顾我爸？你是不是巴不得他早点咽气，早点死，好出去自由潇洒，是吗？我出去上班有什么不对？你看村里那些小媳妇儿们，哪个不是跟着老公出去打工啊？剩的这主桥村里都是老弱病残，我想说个话的人都没有。我就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，想陪着你一起赚钱，一起过日子。我嫁给的是你，不是嫁给你爸了。我让你挣钱了吗？你说的我都能理解。是，说照顾爸为重，我一天也没敢怠慢。吃饭、洗澡、晒太阳，我哪天耽误了？你看爸躺了这半年多，身上干干净净的，这村里哪个小媳妇儿都做到啊？你就拿这个喂他吃饭，这是好媳妇做的好事吗？这是给人吃的吗？爸，他吃不下东西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爸天天只能喝稀饭，我不也陪着他喝稀饭吗？你说什么都对，现在也死无对证，就算他活着，他也不能说话呀，他也不能反驳呀。你怎么虐待的我爸，只有老天爷知道。喂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怎么虐待你爸？你看村里跟你爸情况一样，哪个不是身上烂的连一块好皮肉都没有了？你再看看你爸，你还能让我怎么样？咱俩结婚这几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今天竟然说出来这样的话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是什么样的人？啊？你看看从结婚到现在，你变成什么样了？脾气越来越犟，现在会顶嘴了。小雨，你记着，你是我爸买回来的。要是没有他，你现在还在大山里面吃不饱穿不暖。臭女人，你记住，这个家
没有你这么大声嚷嚷的份儿。砸？你有什么资格砸？翻了天了还？是，我是要翻天。这日子我不过来不行吗？我不过来！不过就不过，把他妈买你的10万块钱还了再走。出门之后你去哪儿了？我在网吧待了2晚上，后来我就后悔了。结婚这么多年，小雨一直全心全意地照顾我们家。我脾气不好，经常吵架，他也不怪我。这次他应该是真伤心了。从尸检上来看，他确实把你父亲照顾得非常好。那案发后的第2天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我得在市里咨询我爸爸墓葬的事儿啊。那天你出门的时候，院子里的门关了吗？不记得了，仔细想想。我真不记得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些年，你真的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你老婆。大专家。DNA 分析结果出来了，孔威不符合。之前你的推断是正确，果然大专家还是大专家啊。我们来复盘一下现场啊。小雨当时跟孔威吵完架，情绪很激动，跑回房间上了床。这个时候，凶手趁虚而入，进来把他奸杀了。我刚刚一直在看这张照片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你们不觉得这双凉鞋摆放的有点太整齐了吗？为什么？如果他真的是和孔威吵完架上床，凉鞋不应该这么摆。我不知道啊，总之，我如果跟人吵架，特别生气的上床，我绝对不会这样摆放我的鞋的。那是什么样？哦。懂了吗？我会把我的鞋踢飞。姐，你可真厉害。走，覆盖现场。学着点儿。好嘞。发现什么了？这是快乐甜心那家店的鞋，我之前去逛过一次，但是你知道没有什么我喜欢的。停，仔细看啊。
这个鞋的周围有细微的泥沙，我们做一个假设。假设凶手在侵犯他的时候，他是穿着鞋的，侵犯完了以后，他再把鞋脱下来，整齐地放在了床头。这样的话，床上一定会有证据。有道理。哎，脚印真的有哎！啊！哎，可是凶手为什么要在杀害了受害人之后，还把他的鞋给脱下来呢？难不成他是为了追求某种仪式感？我们回去复检小雨的尸体。走。好。这次你又在检查什么？小雨的脚。发现什么了？尸体冷冻以后，皮肤脱水变薄，原本不太明显的皮下出血就会显现出来。这里我们上次就没有发现。这是人的牙印，凶手留下的。那凶手为什么要咬他的脚趾啊？恋足癖，通过恋足达到完全的性满足。这是什么人渣都有。提取一下牙膜，找到有恋足癖的青壮年，对比下精液的 DNA， 就可以核定凶手了。看来尸体真的会说话呀。受害者把自己经历的种种痛苦、暴行、苦闷，都印记在自己的身体上，等着我们去发现。他们只是静静的深渊，等着我们还他们一个公道。排除了小雨丈夫孔威的作案嫌疑之后，小雨这个案子我们又取得了新的进展。通过对尸体的复检，我们看见小雨的足部有牙印，所以我们初步判定凶手是一个有恋足癖的青年男性。之前通过调查，我们发现小雨因为丈夫孔威长期不在身边，而且又因为长得好看，在村子里面一直备受关注，觊觎她的男性不少。我认为凶手嫌疑人应该就在其中之一。但这个范围还是很广啊，总不能拿牙模一一比对吧？毕竟恋足癖这么隐私的事儿，别人也不会知道。还有一点，凶手是怎么进入小雨家作案的呢？目前看来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孔威小雨争吵之后，孔威摔门而出，门没关好，凶手趁机而入。小雨和孔威吵架，空调液板被砸到了枕头上，还没收拾拿走，就被强奸杀害了。这说明他们俩吵架，距离小雨被杀的时间非常短。那这能说明什么？我觉得凶手不是临时起意要杀害小雨的，他平时就非常关注小雨，经常在小雨家门外转悠。也许案发当天他们两个争吵的时候，凶手就在他们家门外。我不过了！不过就不过。秦法医分析得非常对。龙口村及附近的乡镇留守人群的特点就是一老一少，父母不在身边的青少年很多，无业青年多，这里的治安环境非常复杂，所以这两起案子绝对不是偶然。朱凤的案子现在侠盗联盟还没有找到，小雨的案子也只是推断出来特征，需要进一步查实。大规模的排查很有可能打草惊蛇，甚至惊动到嫌疑人，所以我建议我们这一次还是以暗访的形式，力争摸清当地的情况。这样，我和秦法医一组，彪哥缓缓一组，大宝你这次亲自带一组人马。好。
讨厌这种小冲动，不想再见，怀念着你的气息和那熟悉的坏脾气，偷偷地告诉他，怕你还没知道，尝出这寂寞味道，放手说不需要，可待可知我在思念谁，心要放在哪里，强忍着悲伤向你飞奔去，可待可知我在思念谁，是为你在呼喊，忘不了那思念，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。I want you， 你在犹豫什么？不用害怕，我们的爱情故事多难记，无所畏惧。I want you， 我还在思念谁，可我还是没知道，曾经我们都在彼此梦中。I want you， 没想起你的脸，守住这爱的梦，看哭在你身后，一瞬间只有你在我心中。After you。